啊，都是一些寻常的杂物。寻常杂物，寻常杂物有何可逼人的？定有古怪，拿来看看。紫光上仙，这些真的都是小仙的一些私人物品。你们浮云殿的人说话能信吗？我们想打开就打开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什么东西这么宝贝啊？不都是些破铜烂铁吗？嗯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我们走。神尊，神尊可还好？幽都山，魔君醒了。回来了。神尊，去哪玩了？我随便走走。你都去哪儿了？我去了妖王洞、上清境，还有天池。哦，我去看逐日鸟了。逐日鸟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可好看了。那逐日鸟傻兮兮的，追着太阳猛飞，飞得还极快，跟一团火一样。逐日鸟性格暴烈，你去看它没伤着？多谢神尊关心，我没有受伤。不过就算受伤了，那也值了。值了？我剪了它一根羽毛。本尊现在被禁足于殿内，你是殿里的人，不要到处乱走，平时没事就待在殿里。是。哎，对了，神尊，小仙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那个神尊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们桃林中人呢都擅长医术，小仙也一样。自小我便和师姐跟爹学习医道，平日里行医炼药都是极熟的。可是自打小仙上了天宫以来，这看家的本事就搁下了。昨日里小仙还碰到师姐，被她教训了一通。正所谓学海无涯，不进则退，小仙深感羞愧。所以小仙想冒昧的请求神尊，可否允许小仙将自己的房间改成药房，以供小仙配药炼丹，钻研医术。你懂医术？是。还会炼丹？对。那你自便吧。多谢神尊。
林夕，你这不是在修炼医术啊，你这是在炼制法器呀！哎，我听说那个天雷真君的神火掌心雷，那是他的成名术法。你要是再这么继续练下去，你肯定能打败他。你快别说风凉话了，林夕，我理解你身为整个天宫唯一一个地仙，心里有压力。但是做人要量力而行，你这修炼的方法有千种百种，你干嘛非要炼药呢？我看你食量很大，挺能吃的。这样，我师父当年传授我一套精吞大法，我教给你，然后再给你做一些灵气充沛的菜肴，你每天吃上个10桌8桌的，估计有个1、2万年就能飞升成仙了。哎，林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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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夕，哎，啊，你刚刚说的精吞大法，我觉得挺适合我的。我也觉得挺适合你的，教教我呗。嘿，走。怎么这么难啊？我就不信了。可查到了什么？师兄，幽都山内魔气太重，我无法进入，只得多方打探。听说当日列夷的族人立下血誓，化作了怨灵，逃离了富灵渊，救下了当时命悬一线的众浩，一同进入了幽都山之中。众浩也在幽都山。是啊，听司命说，师兄你元神离体进了幽都山，可见到众浩了？我只见到了魔君。魔君醒了？不过他目前尚被困在封印中，而且力量是残缺的。以他目前的能力，是没有办法破封印而出的。力量残缺？他的元神之力，并不在他的体内。不在他体内，那在何处啊？还需再查。可是在……我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丝魔气。乐博是当世最高明的医仙，也许他有什么法子可以封住魔气，不被师兄你所察觉。也许吧，我会留意。神尊，云峰上山，你们是在说灵犀吗？知道就好，不要传出去，只是怀疑罢了。难怪他出现在长生海，神尊就重生归来。小仙还以为灵犀仙子，雪玉可爱，聪明善良，活泼机灵，落落大方，怎会与魔君有关？定是误会，定是误会。怎么回事？天雷打上门来了吗？就是他口中说的那个雪玉可爱、聪明善良、活泼机灵、落落大方的那一个人。林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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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这就是你炼的丹？我怎么感觉给我当暗器还差不多？还我！你懂什么呀？哎，林夕，你这炼的是什么丹药啊？是能延年益寿，还是增加修为，还是什么疗伤驱毒的丹药？你是第一次炼出成丹吧？是啊，可是不管你炼的是什么丹，你都不能胡乱吃啊！这万一要是炼制的方法和火候不对，成了毒丹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13，你上次说上清境有一捧望月泉，是治寒之水，可是真的？当然了，
早些年万灵院就有一个小仙童失足掉下了望月泉，不足片刻就险些丢了性命。那症状就跟咱们神尊得了寒疾差不多。后来虽说那小仙童捡回了一条命，但也是终日打摆子。天君就派他去看管逐日鸟，希望能够借助逐日鸟的火力去驱散寒气。哎，你们说，咱们也在院子里养上几只逐日鸟，是不是也能驱散神尊的寒气啊？我漂流在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。在梦中，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这么冷啊！这要是掉下去，肯定冻死了。不管了，试一试才知道。你花一色，愁肠两处隔。你送我月色，却无从勾勒。痛马倾盆而下，让月化作浪花去拍打。与思瞬结果，飘过于心的水波，为你洗着一身的苦涩。神尊，是在说万灵院的小仙童掉进去片刻，半条命都没了。你说什么？神尊，我的药炼成了，你看我跳进去没死，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药王洞拿药了，我可以给你炼药的。你大半夜来这边就为了试药性？小仙这才练了第7炉就炼成了，你说我是不是很有炼药的天分啊？这里冷，起来吧。哦，对，神尊可不能冻着，赶紧走吧。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神尊，你等等，小仙。什么？你是说你炼的那个大药丸是给神尊的灵药？是啊，我昨夜试过了，吃了我炼的丹药，在望月泉里游2圈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神尊也是看到的，他还亲口告诉我说我很有炼丹的天分呢。灵犀，那我们以后岂不是不用再看药王洞人的脸色了？当然了，不只是给神尊的灵药，以后你们想要什么，延年益寿啊，增补修习啊，解毒疗伤的仙丹，我都可以炼给你们的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，灵犀。灵犀，你确定神尊说你有炼药的天分，不是扛冻的天分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觉得你那个大药丸跟神尊的灵药也差太多了吧？差哪儿了？我可有书为证，我都是按照书上说的练的，分毫不差。喏，你看，云峰上神，是吧？云峰上神。这是看什么呢？哦，这是灵犀的药书。哦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岩心花，
是炼制驱寒丹最重要的一味药材，可惜此花极为难得，踪迹难寻。一甲子才开花一次，开花之后需立刻摘下，半日之内需以特殊手法炮制，否则就失效了。我这次时间不够，只得用逐日鸟的尾羽来代替，效力是大大不及岩心花的。哎，上神，上神不是要找我们家神尊吗？怎么这就走了？云峰上神，你又来了。青瑶医官呢？医官还在炼药。又关着门。上神，上神，医官炼药，外人不能打扰。你再拦我，小心我把你吃了，你信不信？上神，别为难小仙了。你这个小……上神，上神，你终于肯出来了。上神找我何事？啊，我恰巧路过这儿，就想问问你那天是不是……你来的正好，刚好我为战神炼制了一种新的驱寒丹，你给他带过去吧。啊，你捡那个草就是为了炼这个药给我试……谢谢啊。神尊，师姐炼制的新的驱寒丹送来了。神尊，请吃药。你的丹药呢？既然证明药效都差不多，就不要浪费。有了师姐炼制的仙丹，你还愿意吃我炼制的丹药？都是一样。那神尊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小仙炼制的仙丹。仙丹？嗯。为何如此之大？小仙是第一次炼丹，还做不到像师姐那样炼化自如、凝丹随心。不过神尊你放心，小仙炼的丹药的效力虽然不及师姐，但也不差的，你就放心服用吧。神尊，既然你相信我，就别浪费了，都是一样的。哦，神尊，你要是觉得这不方便服用的话，小仙特意为你准备了刀和筷子，你可以把它切碎了，慢慢享用的。那小仙就告退了。小白，这不能吃，不能吃啊，不能吃。还是你眼光好，知道我这是好东西。那就让我再好好琢磨琢磨，炼出仙丹来给你吃，保你一举成为神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
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，好奇怪啊，去哪儿了？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睡觉啊？小白，这里是洗仙池。我听13说，犯了错的神仙会被人从这里扔下去，洗去仙骨，重归凡尘。你本来就来自下界，如今还是从这里回去吧。小白，以后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小狗，你都要聪明一些。人分好坏，神仙也一样，有舍异己为众生者，也有阴险歹毒、欺软怕硬、自私自利的。你也太笨了，白白跟了我这么久，也分不清好坏，就这么着了别人的道。小白，去吧。小白，你找小白呢？啊，好几日都没见他了。我也是。小白应该去哪儿玩了吧？或者在灵犀屋里呢？灵犀，他也好几日没出房门了。他在炼丹呢吧？那这一次也太安静了。哎，不管了，先找小白吧。嗯。小白，
都好几日没看到小白了。灵犀，小白前几日在你屋里吗？那他去哪儿了呢？你们都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他出去玩，饿了自然会回来了。唉，现在狼心狗肺不爱来我们福音殿的哪只是狗，人更多。就那个袁同上仙，神尊刚回来的时候，他来我们福音殿那可勤着呢。结果神尊一被禁足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。说起来，这袁同上仙也挺让我失望的。昨日我出去办事，还看到他和紫光方生两人一起跟在天雷真君身后，亦步亦趋的，很是亲近。势利小人，以后这种人来我们福音殿，直接放狗咬他。狗在哪儿呢？这小白都不回来了。灵犀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说什么？说什么都行。这么大个院子，现在就剩我们3个人，你还成了个闷葫芦。司命，不知几位仙君来我们福云殿何事？可是找我们家神尊？他们来能有什么好事？仙子可否代为通传？我等有事求见神尊。神尊，神尊，上神，普化仙君，上神，我等前来通告上神，3日之后4时，请移驾紫云台接受公审。届时，天君和诸位上清尊者也会前往，希望上神不要迟到。公审？凭什么公审我们家神尊？上神撕毁战报，天宫万余名仙者联名上奏，要求重审幽都山一案。就凭这，审不得吗？上神，天族乃6界之首，没有法度不成方圆。本座执掌天宫刑法，职责所在，望请见谅。知道了。好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，你怎么跟他们混在一块儿了？疼，轻点。我也是在大殿向天君奏事，这普化仙君来了，天君让我同他们一起来，我能如何？切！神尊，还有一事，天雷真君向天君进言，也是3日之后要迎元征的遗宝进功德殿，天君同意了。同时，他还请求从功德殿内请出神尊的龙牙战甲。什么？他是疯的吗？天君肯定不会答应的。天君答应了。什么？天君这个老糊涂，我看他真的就是……但是天君也说了，等到神尊公审结束之后，再行定夺。定夺？定夺个屁！你就少说2句吧。
3日之后4时，请上神移驾紫云台接受公审。到时，也要迎元征的遗宝入功德殿，同时还会从功德殿内请出神尊的龙牙战甲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这难道是能窥探人心的法宝？不对不对，我怎么能，我怎么会有亵渎神尊的想法呢？我对神尊那是敬爱，才不是那样呢。这就是能恢复万物的水月鼎。仙翁，我的孩子现在何处？可在天宫？不在。可在凡间？不在。可在我山灵族？不在。可在青丘？不在。人未死，却不在我6界之中。那到底在哪儿？他就在此处。就在此处。
怎么拔不下来啊？启禀师父，弟子无能，未能擒到贼子。仙王，那我的孩子，他……命数如此，国主，时机未到，再等等吧。你下去吧。是。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擅自离开浮云殿？你听不懂吗？小白死了，我不知道是谁杀了他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他一只凡间小兽，在这天宫上，连一棵草木都伤害不了。我不知道他能得罪谁。神尊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也定是有你自己的苦衷的。可是就算是神，也是有心的，你就不会觉得委屈吗？委屈是死不了人的。可小白死了。神尊，我知道你是不会做错事的，你都是为了别人，你为了别人，你宁可委屈自己，也要顾全大局，庇佑弱者。因为你是战神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可林夕不过是这天宫上法力最低微的一个小仙。林夕不懂什么道理，林夕是不会给神尊添麻烦的。林夕退下。你知道是你犯错了吧？因为你，因为袁家，神尊无畏受千夫所指，为的是不想让袁家重蹈列夷灭族的覆辙，而你们却恩将仇报。错已成错，我相信神尊定有他自己的苦衷。如今可以做的，就是保守这个秘密了。你若在那边遇到小白，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他。他胆子小，
又贪吃。你要好好养着它，别让别的小兽欺负它了。什么人？你在这儿做什么？袁同上仙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没什么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神尊还在等着小仙呢，小仙告退。天恒神杀！上仙这是何意？你去过南岳之巅？小仙不知上仙在说什么。给我。什么？啊！自从这个东西套在小仙手上，就怎么也摘不下来了。我说的是战报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战报内容。看来你真的恢复了战报。交给我。既然你知道战报真相，为何不替神尊开脱？你可知神尊为了你们袁家，受人排挤，被人非议？你母亲还去药王洞断了神尊的伤药，让他饱受寒疾之苦，还要接受紫云台公审。你们这是恩将仇报。把战报给我。你不要逼我。不给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知道这里是哪儿吗？你身后便是洗仙池，任何神仙只要坠入洗仙池，便会脱去仙胎，碎去仙骨。无论多高的修为，都要重新来过。你苦修了多少年才有今日的成就？哼，几万年总是有的吧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不是你该参与的事情。把战报给我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那神尊怎么办？神尊不会有事的。我会亲自去药王洞求药。真的吗？我保证。我才不会信你。
瑶医官，灵犀可在殿中？灵犀不知去了何处，暂时还没有回来。兴许又跑出去玩了。他近日总往外跑，不知青瑶医官此次前来是专程过来找灵犀的，还是要见我们家神尊啊？啊，我为神尊炼制了一些温阳丹，劳烦你带给他吧。多谢青瑶医官。若灵犀回来，麻烦你们让他到药王洞找我一趟。请上仙放心，小仙一定将话带到。这个傻丫头心系战神，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没了踪影呢？真是患难见真情。这别的神仙近日避我们如避瘟神，青瑶医官平日里看起来冷冰冰的，如今不仅屡次来为我们家神尊瞧病，还违背药王的意思，主动来给我们提炼丹药，真是个好神仙。他是因为灵犀在这儿才会对我们这么好的吧？管他因为什么，对咱们家神尊好就行了。神尊，这个是药王洞青瑶医官送过来的温阳丹。你看到灵犀了吗？灵犀？灵犀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啊，他好像去那个药王洞帮青瑶医官炼药去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灵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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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神尊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帮我照顾一下他。灵犀，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神尊，灵犀元气大伤。灵犀，灵犀，站住！神尊，疼。
灵犀。真君，今日到此为止吧。有什么事可以过了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再说。这也不是本座要强留他们，那我又能说什么呢？老夫人，真相已大白，今日当着我袁家的列祖列宗以及众位先友的面，我袁家要一个交代。母亲，交代是吗？袁同上仙，袁老夫人很想知道真相，你觉得呢？既然这么想知道真相，那就睁大眼睛，好好的看清楚了。假的，真君，这占卜是假的。我儿他从小涂魔，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你相信你哥哥，他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去跟他们说，你哥哥他绝不会入魔的，这是假的，假的。神尊，神尊，你已入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连累了这么多天兵天将。我元征死不足惜，我只求神尊可以替我照顾好袁家老少。我妹妹越冬，她年纪还小。我绝不能留你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家族，今日之事不会让任何人知道。母亲，老夫人，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神尊自归来的那一日起，便决定担此罪，保你袁家。是你们自己咄咄逼人，将自己逼上了绝路。七瑶医官，此事已了，我们回去吧。
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他怎么样了？青瑶医官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灵犀到底伤得如何？外伤虽多，但没有大碍，细心调理即可。可这内伤就麻烦了。洗仙池的水不是谁都可以受得了的。他在里面泡了一夜，伤了根本。若是调理不好，这辈子怕是只能止步地仙，再无晋升的可能了。有劳了，医官。神尊客气了。灵犀是我自家妹妹，别人可以不管她，我却是要管的。夜深了，都散了吧。属下告退。小仙告退。哎，我送你。13仙子留步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想清楚了再说话。送也行。嗯。青瑶医官，我送你啊。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里照顾他。哎，这里是浮云殿，有13花烟，还有我师兄照顾他呢。放心吧。云峰上神是不允许我留在浮云殿吗？若是这样，我可以带我师妹回桃林休养。哎，当然不是了。你看，我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，哎，很重要的事情。嗯。不要装了。神尊，你看到了？嗯。哎呀，疼！啊，胳膊疼。还装？这是神尊给小仙的吗？多谢神尊。神尊，你那么小气啊，就1枚。这紫气东来丹10万余年来，本尊只得3枚，1枚用于晋升上神，1枚用于神魔之战，此乃最后1枚。
这么珍贵啊？那小仙收下。吃了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神尊给的药，小仙要留着慢慢吃。药呢？是。现在就吃了。你以为洗仙池是好玩的地方吗？这次能活着回来，算你命大。好多了。你好端端的为何跑去洗仙池，又因何坠入其中？自然不是因为活腻味了自己跳下去的，我是被袁同上仙给推下去的。袁同。他要你便给他，何必跟他拼命？你一个小小地仙，不知道自己对上他没有胜算吗？我本来也是要把那战报给烧了的，可是他偏要抢，他抢我就偏不想给他。我就是觉得神尊为了这样一个人，饱受非议，很不值得，很委屈。你为这件事死了，便值得了？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。哦，神尊。袁同上仙的未婚夫来了，是来替他求情的吧？神尊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可是丹鸟族，我们丹鸟族都是小肚鸡肠，记仇的很。他都要杀我了，我才不会替他求情，说好话。那你想如何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推他下洗仙池，退他仙骨，削他记忆，贬他下凡。我起码得让他给我磕头认错，真心诚意的求我原谅，然后罚他100年不许吃饭，只能喝风饮露，馋死的。还有啊，他还得补偿我，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北海守将，一定有很多奇珍异宝，我要让他都赔给我，补偿我的损失。还有，神尊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随本尊来。神尊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袁同拜见神尊。袁同愧对神尊。你为保家族不衰，藏下元征家书，隐瞒战报真相，这一切，本尊都看在眼里。自从决定帮你袁家起，本尊已将后果看得非常清楚，亦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但你不该不择手段，妄动杀心。是你将袁家的路给走绝了。袁同有罪。你太年轻了，莽撞而且愚蠢，
当年元征是从天兵一步一步做起，历经8万余年，终而能成为4大战将之首。你呢？你凭什么？袁同羞愧。这5万年来，你空坐其位，连半点都没学得天族战将该有的责任以及气度。今日，本尊要废你5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服气吗？任凭神尊处置。谢神尊。去从天兵从头做起吧。神尊不驱赶我族，还将我留在军中。袁同拜谢神尊。你还欠他一个道歉。灵犀仙子，都是袁同的错。还要罚你这100年间不得吃饭，还有之前坐镇北海所得的奇珍异宝，都要给灵犀，当做你伤害他的补偿。是。走吧。你笑什么？没笑啊。多谢神尊为小仙讨回公道。本尊惩治袁同，乃公事公办，与你何干？哦。